先跟你们讲一个小故事。有一个男生叫小鲁，小时候看起来呆呆的，长大以后却非常厉害，变成一位十分出色的工程师。因为小鲁的脑筋机灵又有创意，在他们的部门角色就越来越吃重。后来终于成为他们部门的主管。成为部门主管的小鲁，从以前只要专心于自己的电脑世界，到现在必须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。一下子这个下属的专案交不出来，一下子另一个下属又争功诿过，甚至比较有能力的人还处处针对小鲁强作表现，随时想要取而代之。这一切都让小鲁的生活里多了很多的困扰。一开始小鲁也自己承担，但日子久了，小鲁觉得郁闷，烦躁难解，偶尔想要找人聊聊，抒发。当然，抒发最好的对象就是小鲁同住一起的女友。小鲁的女友可是服装设计界非常有名的美女，不但人长得漂亮，能力更是拔尖，是那种一登上台面就能够吸引众人目光的女孩。跟小鲁搭配起来，简直就是金童玉女，令人称羡。两个人在一起已经4年了，早就有了结婚的打算。可是每次小鲁论及婚嫁的女朋友听小鲁吐完苦水的时候，就会提出一堆的建议，要小鲁应该这么做，或是应该那样做，说什么 B 同事能力不行，必须尽早想办法处理掉，或是说什么 A 犯了大头症，一定要小心提防，千万不能赋予能够证明他能力的任务，甚至责备小鲁处理事情处理得乱七八糟，完全没有主管该有的能力。就这样，久而久之，小鲁就不太想在女朋友面前提到自己的困扰。后来有一天假日，窗外下着滂沱大雨，小鲁的心情非常糟糕，感觉连老天爷都在陪自己哭泣。因为小鲁的下属居然在总经理面前羞辱小鲁，说小鲁领导能力有问题，还把自己出错的责任全部推到小鲁的身上。当场小鲁虽然吞了下来，并且在众人面前及时提出绝佳的处理方案，让突发的危机能够迎刃而解，因此还得到总经理的大加赞赏。但是那一场人事斗争下来，却让小鲁觉得精疲力尽，甚至起了想要转换跑道的念头，完全不想再当主管。小鲁渴望回到以前单纯的生活，不再有勾心斗角、处处提防的需要。他想念电脑世界的简单无害，但正要回头，却对目前的收入无法说放弃就放弃。那天，小鲁美丽的女朋友不在家，小鲁在 IG 里遇到以前一位女同事一。之前一还在小鲁他们公司的时候，跟小鲁感情好的像哥们，一还当起小鲁的诸葛亮，协助小鲁追到现在这位设计师女友。后来因为一跳槽，他们2个人就渐渐失去联络。一长得很普通，就是那种让你看过10遍你也不会记得脸孔的那种普妹。不过跟一相处过的小鲁却忍不住深深怀念起自己和一相处的过程。小鲁总觉得他们相处得像闺蜜一样，自己有什么心事都可以毫无忌惮地跟一说，而一给小鲁的就是完全的理解、全部的支持和专心的聆听。小鲁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遇到现任女朋友的那阵子，那时候因为业务上的需要，负责女朋友设计公司官网总企划的小鲁，第一次见到女朋友的当下，就给迷得七晕八素，几天下来几乎茶不思饭不想。但碍于女朋友的夺目耀眼，小鲁自己虽然也算斯文高大，可是跟对方比起来，却立马相形失色。当然不可能采取追求的攻势。神奇的是，身边的女同事一完全看穿小鲁的心事，一二话不说，居然自动自发，手把手地教小鲁如何赢得美人芳心，诸如怎么样约对地方，怎么样送对礼物，怎么样讲对撩妹的甜言蜜语，让小鲁不到3个月就追到女神一般的女友。奇怪的是，就在小鲁想要开心地分享自己恋情的喜悦时，一却突然离职了，说是有更好的发展。小鲁依依不舍地跟一告别以后，开始了自己充满酸甜苦辣的爱情生活。没想到一转眼4年就过去了。有一天假日，小鲁的女朋友回南部家里，小鲁又在 IG 上看到一的现实动态，
忍不住私讯了一。他们2个久别重逢的好友聊了聊近况，刚好大家都没事，就约出来喝咖啡。结果在星巴克的咖啡香中，小鲁把多日郁积在心里面的纠结和苦闷全部都吐了出来，吐了好久好久，像是好几年的垃圾都没有倒，好不容易来了垃圾车，就全部拖了出来，搬到一的面前，而一就只是静静的聆听，全部吸收，毫无怨言。小鲁大概有1亿年那么久没有畅快地聊过自己，畅谈之间仿佛又有一种熟悉的亲切感回到眼前，那是一种很舒服、很温暖、很踏实的感觉。在聊天的过程中，小鲁这位多年不见的好友，不是投予赞叹的眼神，就是给予信任的灿笑。有时候小鲁的老同事一会回答说，要是我也会这么做，不然就说你这样真的很辛苦，更多的时候是讲你好厉害，居然能够处理得这么好，一般人很难做得到。再不然就说你这样直来直往、就事论事的态度，下属一定很喜欢，他们应该会默默地佩服你。小鲁当主管的挫折与困顿，在一的倾听和鼓励中，完全得到疏解和认同。那像写了一大堆找不到答案的考卷，终于来了一个能够春风化雨、体贴人心的老师，帮小鲁重新批改了一遍，而且全部都答对，拿到了99分的高分。其中，就算一对小鲁可以处理得更好的地方，轻轻点了一下，小鲁也能够欣然接受，还感受到跟一讲起话来，简直是获益良多，收获不菲，胜读10年书。就这样，这对老朋友一直聊到深夜，小鲁觉得从来没有这么舒畅，这么被理解过。这次的星巴克之约后，他们又见了很多次面，喝了很多次咖啡。小鲁的女朋友都知道，不过小鲁的女朋友丝毫不在意，因为她根本就不把一看在眼里，也完全不了解小鲁的内心世界已经起了微妙的变化。在小鲁的感觉里，一就像安静的避风港，可以任由自己舒适地伸展，完全不用伪装，完全不用故作坚强，更不会因为对方的批评而需要怀疑起自身的价值。1年以后，小鲁的朋友接到小鲁的喜帖，新娘居然不是那位美丽的女朋友。小鲁告诉朋友说，心灵的交流比什么都重要，如果互相不能理解，那么一切虚幻的外在都会是假的。在小鲁的选择里，我明白了一点，学会倾听是当好情人、好伴侣的第一步。人生的是是非非并没有那么绝对，也许我们寻找的仅仅是那个能够理解我们的人，不是吗？我们今天的爱情教战守则，说起来很简单，但做起来却一点都不容易，大部分的人都做不到，那就是学会倾听。倾听这么简单的事情，在恋爱中的你做到了多少呢？对于今天的教战守则，学会倾听，你认同吗？如果认同，又能够做到多少呢？如果不认同，又有什么其他的经验？留言给我们，说说你的看法。如果你有关于爱情的问题，也可以留言，我们正在倾听。